我出车祸了，连人带车翻下桥，因为头部受到撞击，失去了部分的记忆。妻子专门请了长假，在家里照顾我，可是我却隐约觉得不太对劲。为什么她的头发一直都是湿的？为什么我再也没见过她吃东西？出车祸的真的只有我一个人吗？梦中，我站在一条小河边，岸边开满着冷灰色的花朵。这条河不过半米宽，一脚就可以跨过去。妻子安心站在对面，冲着我微笑挥手。小河虽然极为狭窄，水流却是异常的湍急，色泽漆黑，幽深不见底。河面升腾起青灰色的雾气，在这雾气中，安心的脸就变了样子，脸色煞白，五官是用黑色和红色的颜料描画出来的，笔法粗糙，活像个烧给亡者的纸扎人。我猛地惊醒，正值盛夏，卧室里的空气却是阴凉入骨。抬头看看，空调并没打开。落地窗外雾气翻涌，颜色青灰，就仿佛是从刚才那个噩梦中弥漫出来的。身边的床铺是一片冰凉。安心应该早就起床了。厨房里传来炊具的碰撞声，可是却没有食物的香气飘来。安心站在灶台前，他正在搅拌着一锅东西，却并不见热气升腾。那是一锅看不出是什么玩意儿的灰色浆糊。他身着一件我早就看厌了的碎花家居服，越发的显得身材走形，不复数年前新婚时的婀娜。湿漉漉的微卷的长发披在肩头，却并没有散发出洗发水的香味儿，而是透着一股淡淡的腥气。5、6个平均年龄大约80的老人静静地围坐在餐桌旁，他们都穿着崭新的衣服，个个脸色苍白，嘴倒是红润的反常，就好像涂着口红。这些人有点面熟，可是我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哟，起来啦！这些叔叔阿姨都是我爸的朋友，过来做客的。妻子把早餐端上桌，她的脸就成了纸人的面孔，一如噩梦中的样子。眼前的景物突然晃动几下，就像视频画面卡顿掉帧。再看那锅糊糊，竟然就成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皮蛋瘦肉粥。安心的脸也恢复如常，在暗淡的室内光线中，他的脸色显现出中年人的颓败，就宛如一张揉皱的纸。没有一个老人搭理我，就仿佛我是空气。我虽然经营着一家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养老院，可是平生里最讨厌老年人。这老年人大多数都显得阴沉刻薄，身上还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现在这股腐朽的霉味就弥漫在家中的每个角落，令人作呕。我胃口全无，没吃任何的东西，却也不觉得十分饥饿。老人们吃完了饭就去了客厅，他们低低的交谈声就像是一群不停飞舞的苍蝇，令人心烦意乱。我询问安心，这些人如果真的是岳父的密友，怎么从来没见过？嗨，这些叔叔阿姨以前都跟你挺熟的，最近你出了车祸了，大脑受了影响，不记得也正常。安心就像对待一个幼儿园的小孩子那样，耐心地笑了笑，解锁手机滑动几下，递到我面前。我这就认出了新闻视频中那辆被从河里打捞上来的雷克萨斯。原来我在1个月前驾车过桥时，
就被一辆因为撞击桥梁伸缩缝失控的车给剐蹭到，滚落下桥，跌入到水中。关于这场车祸的所有记忆，就像水穿过筛子一样，从我的脑子里漏了出去，并没有留下半点的痕迹。我捡回一条命，但是因为头部受到撞击，失去了部分的记忆，所以一直都在家里休养。安心说已经跟公司请过长假，可以每天都陪着我。他是个程序员，以前总是忙到不可开交，能请到长假，这实在是不可思议。手机和电脑全部无法连接网络，打电话报修却无人接听。这无事可做，加上脑袋昏沉，我就只有睡觉。一觉醒来，天已经黑透了，也不知道是几点。客厅里静悄悄的，看来那群老人已经离开，安心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我起身去洗手间，客厅黑的就像一个密闭的金属盒子，空气中浮动着缕缕腐朽发霉的气息。我按下壁灯开关，顶灯闪烁了几下，那5-6个老人显然并未离开，而是直挺挺地坐成一排，齐齐地把头转向我，表情呆滞，仿佛有一只冰冷的鬼手一把攥住了我的心脏。我听见自己爆发出尖细的惨叫，就像个看到老鼠的10岁姑娘。灯光闪烁之间，那几个老人瞬间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5-6个蓝色的大口袋，横七竖八地堆叠成一座小山。灯光的闪动停止，客厅内空无一人，更不见那些蓝色的口袋。一只手拍在我的肩头，吓得我差点跳起来。原来是安心，他不知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没听到一点脚步声。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医生说过了，康复期出现一些幻觉是正常的，过段时间就好了。妻子的解释多少让我松了口气，不过方才那一幕带来的冲击过分强烈，浓重的恐惧感一直层层地浇筑在心头，难以散去，无法入睡。脑子里似乎是雾气弥漫，无数熟悉的身影，乱七八糟的声音在雾气中盘旋，看起来熟悉，却想不起来是谁。我似乎忘记了什么无比重要的东西，但却无法捕捉到半点清晰的印记。清晨，安心照例早早的起床，下楼做早餐。我轻手轻脚地走出卧室，站在2楼的楼梯栏杆处向下张望。安心站在开放式厨房中，从一只大塑料袋里拿出若干金纸叠成的元宝、香烛、纸钱之类，全部放入那口大汤锅中，加水搅拌，不多时就成了一锅灰浆糊。忽然那灰浆糊就成了一锅热气腾腾的粥饭。妻子好像感受到我的注视，突然抬头：醒了，下来吃早餐。这一切都是受损的大脑产生的幻觉，一定是这样。我深吸一口气，缓步地下楼。点缀着嫩绿葱花的白粥，漂浮着大颗剔透的虾仁。不知道是否受到幻觉的影响，我闻到热粥的香气中夹杂着丝丝缕缕异样的腥气。我下楼呼吸点新鲜空气，我想自己转转。我没有碰那碗粥。好呀，早点回家。安心点点头，嘴角噙着淡淡的笑意。他的双眸就像2口幽深的古井，盛满着我看不懂的情绪。一出家门，发现邻居家门口贴着一副春联。在印象中，他家从没贴过春联。这副春联是崭新的，
纸张鲜红乍眼，字迹墨黑醒目。水流东海不回头，日落西山常见面。不光是对门，这楼里的每户人家门口都贴着一模一样的对联。平常这个时间正是上班上学的时候，住户们来来往往，人声嘈杂。可是此时此刻，这楼道里是一片的死寂，唯有我的脚步声在回荡，显得格外的孤单。天空灰蒙蒙的，厚厚的铅灰色云层好像是用油彩画在天幕上，一动不动，死气沉沉。小区里到处都是灰烬，仿佛降下一场灰色的雪。沿着人工湖走了一阵，我发现湖边原本繁盛的花草全部枯萎，散发出腐朽的气息。我住的这个小区，环境和服务在本市是数一数二的，无论如何都不该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小区的房子自然价格不菲，养老院的生意也是一直不温不火。我们现在住的这套大公寓，首付是岳父给的。10几年前，我认识了程序员安心，没过半年就结婚了。岳父安启山是一位研究电脑接口的专家，在业内很有威望。他起初并不看好我，不过女儿坚持，他最终只能妥协。平心而论，岳父从没让我面子上过不去，然而我却永远无法习惯他的目光。我能读懂那种眼神，他素来认为我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混混，看在女儿的面子上，不得不捏着鼻子接受我。平时夜间总在巡逻的保安们一个都不见，周围寂静的可怕。大门外雾气弥漫，能见度2、3米都不到，也完全听不到熟悉的车流人声。踟蹰了片刻，我迈出大门，一进入雾气中，我就彻底无法分辨方向，凭借着感觉和记忆走了一段，越走心里就越虚。除了自己的脚步和呼吸声，什么都听不到。不知道走了多久，眼前出现熟悉的小区喷泉，池水呈现暗绿色，水质污浊腥臭。绕着小区走了几圈，尝试着从其他的门出去，却总是会回到这个喷泉。天光骤然大亮，亮得毫无过渡性，就好像有人突然把灯打开。雾气中传出苍老沙哑的咳嗽声。几秒钟前空无一人的小区里，瞬间出现几个人影儿。这些人脚步沉重，身体僵硬，走起路来就像是提线木偶。一张张煞白的面孔赫然出现在眼前，2只硕大的眼睛用黑色的颜料描绘而成，歪斜的嘴巴是用鲜红如血的颜料画出来的。这些人，这不正是昨天来家里做客的那些老人吗？一个老头子身形飘忽地靠近我，一只干瘦枯槁的手猛地攥住我的手腕，张开的嘴巴黑洞洞的，喷吐出一股的臭气，发出呵呵声。我大骂一声，一把推开他，拔腿就跑。可是不管怎么跑，我总能撞见那些面无表情的老人，他们就好像会瞬移，像风筝一样轻飘飘的，宛如一个个纸扎人。短短几分钟内，老人的数量翻着好几倍，就像是精通分身术一样，数不清的模糊人影形成一个个包围圈，迅速地向我逼近。就在跑的胸口几乎炸裂时，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非常的熟悉。茫茫的白雾中出现一个娇小的身影，一袭红裙耀眼夺目。那是苏西，养老院的财务，跟我同住在一个小区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就狂奔起来，
一进他的家门，苏西就扑在我怀里，瑟瑟发抖。我们保持情人关系好几年了，安心于我而言就像是30家宴上的一道大菜，营养丰富，味道绝佳。可是这道菜被加热后一次次端上桌子，直到初3，早就没了滋味。苏西除了比安心年轻，家世、学历、相貌无一能及，可她就像一杯加了冰块的柠檬气泡水，沁凉甜美，最适合拿来解腻清口。苏西说她早上起来打算去小区的门口吃早点，却发现根本就无法走出小区，然后就在雾气中遇到很多可怕的老人。乍看之下他们都是纸人，再定睛一看却又恢复成人脸。他吓得往回跑，路上就遇到了我。我这心头仿佛被重重的一击。既然苏西也能看到纸人般的老人，那就说明我所见到的并不是幻觉。我的脑子也许根本就没出毛病。那么安心说的一切有可能都是谎言。他为何这么做？我把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讲给苏西。他一双黑亮分明的清亮眼眸转动几圈，柔声地说道：我根本就不记得你出过车祸。孙哥，你看看楼下。站在落地窗前向下看去，涌动的雾气中，老人们依然犹如丧尸般的游荡。你有没有觉得这些人穿的衣服都像是兽一样？苏西的眉眼之间总有一股楚楚可怜的韵致，此时又掺杂出几分的惊恐，越发的惹人怜爱。没错，不光他们穿的衣服像兽医，那红红白白的脸也像极了化妆后的尸体。我有个想法，你可别笑话我。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讲的就是男主和女主被鬼迷了眼，困在一个山洞里走不出去，见到各种可怕的事儿。然后主角因为遇到鬼遮眼，脑子受到影响，就什么都想不起来。这跟咱们现在的处境不是很像吗？他很喜欢看那些无聊的鬼片，过去我经常嘲笑他被电影吓得吱哇乱叫，往我怀里钻的样子。根据胡编乱造的鬼片来描述眼下的情况，这听起来当然不靠谱，可是我也拿不出更好的解释。如果这些老人都是鬼，那安心呢？那些在锅里融化的香烛黄纸从脑海中闪过。什么人会以香烛纸钱为食？那肯定是死人。或许在发生车祸时，安心也在车上，我活了下来，而他却淹死在水中。想到他那永远不会干的湿头发，我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万一安心已经发现我和苏西的私情，如今执意的报复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可就算是厉鬼，我也不相信他的障眼法是无限的。我们无法走出小区就是证据，这说明他的力量只能在这个小区里发挥作用。要想离开这个鬼域般阴森的小区，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到地下车库，车库的出口就可以直通小区外面，开车出去就能避开地面上这些可怖的老人。孙哥，你去哪儿我都跟着。苏西泪水连连，紧紧地抓着我的胳膊。地下车库里阴冷昏暗，搬进来这么多年，我对这里的地形无比的熟悉，闭着眼就能找到自家的车位。可是转了好几圈，眼睛都瞪得发酸了，我也没找到我那辆车子。真是邪门，车库的结构似乎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记忆中的出口都变成墙壁，
要么就是凭空多出了数条的岔路。不管走上哪条路，最终都会回到进来的地方。这堪称是教科书级别的鬼打墙。我们又转了无数圈，最终不得不认命。这儿就像庞大难测的迷宫，我们则是被困住的两只蚂蚁，也许永远都找不到出口。我跌坐在地，靠着生出青苔的潮湿墙壁，疲惫感席卷而来，眼皮上仿佛坠了铅球，半梦半醒间隐隐地听得到哭泣声。费力地睁眼，坐在我身边的并不是苏西，竟然是许久不见的母亲。妈，你怎么来了？我这腾地坐起来，母亲应该在千里之外的老家，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母亲抽噎着说道：孩子啊，别人都说你错了，可妈不觉得你现在这样是有人在害你。这母亲答非所问的话令我的脑子更加的糊涂。我这到底是犯了什么错了？怎么一点都不记得？你中邪了，一直在阳间和鬼界之间，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的，妈会救你出来。突然之间，母亲静止了，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脑袋微微的侧过来，一动不动。这就像是视频出现故障，人物卡顿住一样，说话声也变得断断续续，仿佛受到电流干扰。记住，听到镇魂铃，攻击，跟着，别回头。忽地睁开双眼，哪儿还有母亲的影子？原来这又是一场梦。苏西焦急的面孔出现在面前，快起来，他们来了！大团乳白色的雾气涌入，空气阴冷彻骨，无数轻飘飘的身影从这雾气中闪现出来。我说过要早点回家。这是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安心从雾气中缓步地走出，他从头到脚都是湿漉漉的，几缕墨绿色的水草贴着毫无血色的甲边，双唇无情，眼神极致怨毒。或许当一个人的灵魂离开肉体时，会把在世上的一切感情都抛在身后，留下的只有最为强烈的执念。安心的执念无非就是对我背叛行为的怨恨。我一把推开紧抓着我胳膊的苏西。安心，我从来没有爱过他，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我心里始终只有你。不管你是死是活，你也是愿意看到我好好的活下去，不是吗？妻子看起来雷厉风行，其实心肠最软，几句好话足以打动他。苏西被我推得踉跄几步，跌坐在地上，捂着脸呜呜地哭起来。安心的嘴角泛起幽深难测的笑容。恐惧和寂静形成实体，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雾气愈发的浓重，安心的身影被渐渐地遮蔽。无数双冰冷的手从四面八方伸出来，死死地抓着我的胳膊，卡着我的咽喉，冰冷如铁，力大无穷。浓雾深处，苏西爆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后便悄无声息。就在我意识逐渐模糊的时候，突然就听到一阵清脆细碎的铃声，不知发自何处，在阴森的地下车库里回荡。禁锢着我的无数双手突然松开，随着铃声越来越响，浓雾迅速的消散，安心和僵尸老人都消失了，地下车库也恢复成记忆中的样子。
我的车子竟然就停在10米之外，方才因为鬼遮眼转了多少圈都看不见它。我坐进车里，长舒了一口气。清冷的铃声越来越响，脑内仿佛有个隐秘的开关被触动，一些混乱颠倒的记忆在脑海中横冲直撞。我的脑袋就像是一只装满着杂物被剧烈摇晃的盒子，记忆中的那堵毛玻璃墙轰然倒塌，迷糊不清的往事变得清晰。当时我和素汐开车出去，被安心发现，他硬是上了车，说要跟我们谈谈。刺耳的刹车声，冲天的火光，刺破天际的警笛。情况应该就如母亲所说，安心已经在车祸中死去，而我和苏西还在昏迷中，在生死之间徘徊。安心和不久前去世的岳父团聚了，要把我和苏西都拽到鬼界去。这个处处都透出诡异的世界，大概就是处于阴阳两界之间的地方。管他这是哪里，就算真的是阴间，老子也要踏着小鬼的尸体杀出一条血路。一脚油门，汽车轰鸣着冲出地下车库，铃声忽大忽小，忽远忽近。小区内弥漫的雾气开始消散，天空仿佛凝固的乌云也已经散去，淡淡的阳光洒落下来。这阳光仿佛直接落到我的心底，驱散重重的恐惧和阴霾。一只威风凛凛的大公鸡破雾而来，满身的羽毛色彩斑斓，果然跟母亲所描述的一模一样。大公鸡步伐稳健地在车前奔跑，每跑一步体型就膨大一圈。我不加思索开车跟随。公鸡舒展宽大的翅翼，扬起脖颈，发出一阵清越的鸣叫。车子顺利地驶出小区大门，街道两旁的招牌都是黑白的，整条街暗淡无光，就像一张年代久远的黑白老照片。铃声回荡不止，路边的房屋不断地倒塌，马路上出现巨大的裂缝，缝隙中透出血红的光芒，就宛如地狱的入口。正前方出现了一道门，说是门，其实唯有一个孤零零的门框子，兀立在正不断倒塌的街道上，稳稳当当的。大门的那一侧，街道的样子跟我这边相似，但却是色彩斑斓。直觉告诉我，只要冲过这道怪异的大门，就能离开王者的控制，回归现实世界。可是万没想到，就在汽车距离大门只剩几米时，响彻天地的摄魂铃竟然突然停止了。那铃声一停，那高大的门框瞬间坍塌成一地的碎片。来自地底的红光把雾气映作血红，殷红如血的雾气中，无数的僵尸老人再度袭来。那只姿态傲然的大公鸡被几个老人合力制服，他们漆黑尖锐的长指甲死死地掐住公鸡的双翅和头颈，瞬间就把它撕扯开来，鲜红的鸡血四处的迸溅。它们的数量难以计算，就犹如潮水一般的起伏，深夜嘶吼，一张张黑洞洞的嘴巴里似乎在不停地吐出腐朽的气息。我的车仿佛成了一条单薄的小船，在僵尸组成的浪潮中不断地颠簸，随时都会倾覆。一切都在被颠簸，被打碎，就如同一只布满着裂纹的蛋壳。在剧烈的碰撞中，我隐约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早已经去世的岳父安启山。岳父伸出一只干枯皱缩的手指伸到我的口中，这根手指冰冷僵硬，就像是一节动过的金属细管子，
不断的延伸，直插到五脏六腑。海量鲜明的记忆瞬间涌入到昏聩的大脑，我什么都想起来了，意识就犹如风中的残烛，逐渐暗淡下去。眼前的世界明亮起来，飘散的意识重新的聚集，白色纱窗被清风吹得飘飘荡荡，如烟似雾，空气里漂浮着一股焦糊的气息，还有夹杂着血腥气。我躺在床上，嘴里咬着一根细细的塑料管，床上方悬挂着输液瓶，耳边回荡着什么仪器发出的滴滴声。想要侧头看看，却发现浑身上下没有眼球能动。床铺对面的雪白墙壁就形成投影屏幕，正在播放着一部电影，好像是一部丧尸片。屏幕右上方显示的时间是2037年8月24日下午4点15分。一个很熟悉的男人被一群丧尸从车里拽出来，这人不正是我自己吗？画面静止了，定格在我那张被恐惧扭曲的面孔上。我不知道为何自己连动一下手指都做不到，更无法理解这屏幕中正在上演的一幕。我最后的记忆停留在6月3日，也就是车祸那天。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混乱的思绪犹如漩涡，将我卷回几年前。那时本是新落成数家，年费几十万的高档养老院，同时也而出现了一批收费低廉但是服务尚可的低端养老院。我这家档次不上不下的养老院就流失了大批的客人。饭店挣钱需要高翻台率，养老院要盈利也需要更高的翻床率。我这里的老人活得太久，久病床前无孝子，很多人的子女就不肯继续缴费。这些常年瘫痪在床的老人占着床位，让我们无法接待新的顾客，这已经成为养老院的负资产。时常有护工打骂老人，甚至拽着头发拳打脚踢。这些情况我当然清楚，但只要没被记者爆出来，我就不会追究。很多老人脾气古怪，神志不清，有时会向护工丢大便。那护工们也是人，忍不住发泄一下情绪也是情有可原。我一直都记得那个昏沉的黄昏，下班时偶然就看到2个护工把一只装进尸体的裹尸袋抬上汽车，准备送往殡仪馆火化。就在这时，这裹尸袋子突然动了一下，隐隐的有着微弱的呻吟声传出来。2个护工同时停滞一下，然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把裹尸袋抬上了车。看着汽车绝尘而去，我发了几秒钟的呆，就带着素汐去吃大餐了。悄悄地处理掉一些无儿无女、久病在床的老人，并不是只有我这家养老院才会做的。那些老人早就没有痊愈的希望，活着也是受罪。护工不过是送他们一程，并非什么十恶不赦的坏人。那天我和苏西一起喝了很多的酒，在酒店度过一个疯狂的夜晚。和苏西一起躺在床上时，我给安心发微信说晚安，还要继续加班。安心回复了一个可爱的卡通表情，他就是个书呆子、程序员，满脑子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随便给几句甜言蜜语就能安抚住他。不过岳父显然不这么想，他待我向来合乎礼数，但过分周到的礼数反而透露出疏离和居高临下。跟安心结婚10年，我跟岳父的直接对话次数少得可怜，所以当岳父约我周末去家里喝一杯时，我是相当的惊讶。那天安心去加班了，我独自前往。
岳母去世多年，安启山并没有再娶，他雇了一个保姆做家务。这天保姆也不在，岳父亲手为我做菜，他的烹饪手艺相当的不错，黄鱼烧得酥浓软烂，配的酒是陈年的花雕。安启山亲自给我倒酒，语气中透露出前所未有的和蔼。他先是夸赞我一番，说我年轻有为，把养老院经营得有声有色，很不容易。这安启山可是从没夸过我，这是演的哪一出啊？我怀疑安心发现我和苏西的事儿，这时请岳父做说客来了，难道说是求我不要离婚？谁知岳父接下来说的是跟我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他不知通过什么途径得知养老院把尚未断气的老人送到殡仪馆的事儿，劝我悬崖勒马，主动地向警方自首，惩办相关的护工。我不相信安启山手中能有什么实质性的证据，自然是一概否认。要不是看在欣欣的面子上，你现在面对的就不是我，而是警察了。安启山的语气冰冷的足以冻结空气。如果不是我一直想办法给你拉客源，这他妈养老院早就倒闭了。你真以为自己很有本事啊？我脸上依然挂着微笑，沉默不语。这老不死的一直都瞧不起我，他认为我配不上他的女儿。积压多年的怒意犹如休眠太久的火山中的岩浆，在心底迸发出来。你这如果想不明白，那可别怪我不讲情面。岳父重重地把酒杯磕在桌子上，起身向着楼梯走去。进入身体的酒精仿佛熊熊地燃烧起来，汇聚成一个火球，直冲脑门。安启山这种象牙塔里的书呆子怎么能明白经营公司的艰难？我起身追上去，岳父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我实在是受够了，有些话实在是不吐不快。在楼梯口，腿脚本就不灵便的岳父突然踉跄一下，我本能地伸手去扶，然而就在我马上要抓住他的时候，那只手违背我的意志，轻轻地一推。等我反应过来时，岳父已经躺在楼梯的下面，他的脖子弯折成一个奇怪的角度，一动不动。我本能地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但刚按下一个数字我就停了手。既然安启山语气如此肯定让我去自首，想必他掌握着一些情况。安启山人脉广，又是人工智能的专家，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了。我正准备在城西再开2家分院，这正是事业要更上一层楼的时候，容不得任何的闪失。只要他活着，那就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我收起手机，缓缓下楼，短短的一段楼梯就好像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完。伸手试了一下安启山的呼吸和脉搏，均已停止。虽然在意料之中，但那一瞬间我被惊恐淹没，身体麻痹，思维也随之停止。幸好家中除了我和安启山之外再无他人。我想了一下，拨通安心的电话。岳父腿脚本来就不灵便，出现这样的事儿并不令人意外。父亲突然离世，安心彻底的崩溃了，连续多日都不吃不喝，住进医院中。我行事周到的操办葬礼，并且对安心关怀备至。在我的细心照顾下，安心逐渐的恢复。他很感动，说我虽然是女婿，却完全像是岳父的儿子。安心就是这样天真到愚蠢的程度。等我再多挣一些钱，我就可以带着苏西远走高飞，换一个环境更好的城市生活。
人都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希望安心能够早日明白这一点。可眼下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到底已经醒了，还是依然被困在噩梦之中？房间门被推开，一个身形婀娜的女子款款走来，这竟然是当时我认为已经当了鬼的安心。跟记忆中相比，安心发生很大的变化，她好像年轻了好几岁，身材再度变得修长窈窕，衣着入时，容光焕发。然而她的眼神却令我感到陌生，满含冰冷的讥笑，刀子一样的划过来。你可能想起什么来了吧？不过肯定还有些事儿没搞清楚。别担心，我慢慢给你讲，咱有的是时间。安心在床边坐下来，声音柔和，就好像在对一个幼儿园的孩子讲话。那场车祸中，我们3个人都算命大，全都活了下来。经过抢救，安心和苏西都脱离了危险，唯有我因为头部遭到撞击，患上闭锁综合症。我也不跟你说那么专业的名词了，所谓闭锁综合症，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脑功能正常，意识清醒，但是身体的各部位除了眼睛之外都没法动弹。安心简明扼要地说着，嘴角还噙着淡淡的笑意。不过别担心，我会好好照顾你，就像你当时照顾我一样。安心摸了摸我的额头。我爸在去世前有一个项目已经完成 90%， 那就是通过脑机接口把人类的意识上传。记得他去世前几天还说过，志愿者很难找，因为意识上传的后果难以确定，风险很高。我瞪大了眼睛，双眼干痛发酸。安心取来一面镜子放在我面前，我的脸消瘦到自己都不敢认的地步，身上插着各种维系生命的软管，头上戴着一顶样式极为古怪的帽子，有点像是游泳帽，表面布满着微微闪烁的蓝色光点。安心接下来的话令我本就混乱的大脑彻底死机。他将电极植入我的大脑皮层内部，进行大脑皮层的信号采集，再加上戴在头上这个脑外无线传感器，就形成一个内外呼应的信号传递系统，把我的意识提取并且上传到一个虚拟的空间中。我所经历的一切，浓雾、僵尸之类的，这全都是虚拟世界中发生的。虽然患上闭锁综合症，但现实中的一切东西依然能够映入我的大脑，体现在那个虚拟世界中，幻化成其他的形态。比如飘飞的白色窗纱，就变成幻境中无处不在的浓雾。那些养老院里受虐待的老人、裹尸袋等等的形象也都形成在虚拟世界中。年事已高的母亲无法理解我的状态，她固执地认为是我中邪了，特意找来道士在病房里斩公鸡、烧符纸驱邪。我在人工智能幻境中听到的铃声，就是道士摇动的镇魂铃。虽然我是个程序员，但你可能不知道，我曾经梦想当一个电影导演。安心的笑容天真又甜蜜。我把几千个恐怖片输入了系统，这样人工智能就可以排列组合出无数经典的恐怖桥段，再加上重构你的记忆，就会让你生活在一部永远都不会结束的恐怖片中。安心看上墙上的投影，我看到了你在虚拟世界里的全部经历。我在你心里原来就是这么一个怨妇的样子。如果你还能说话，一定会问我这样对待你是不是因为你找了小三儿？这跟你杀了我爸相比，这算什么呢？在岳父去世后不久，安心调取安装在他家里的监控，
这个监控的位置非常的隐蔽，就连岳父都不知道。本来这是为了监督保姆工作的。安心之所以调取监控，是想看看父亲的身影，却没想到他亲眼看到我把岳父推下楼梯的一幕。当我看到你把我爸推下楼时，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想起你第一次约我出去的情节。当时你约我在一家新开的咖啡厅见面，在去约会前，我爸听说你只是个普通职员，说让我别穿那么贵重的衣服，不要给你压力。这么多年，你一直以为我是个傻子吧？你不好奇我爸是怎么知道你的小秘密的？其实安心早就发现了我跟苏西出轨的事情，他黑了我的手机，看到了我和苏西各种露骨的聊天记录，同时也看到我和苏西聊起那些被活着就送往殡仪馆的老人。从看到那些聊天记录的一刻起，你在我眼中就不是人了。一开始我本打算直接报警，但是跟爸爸商量后，他愿意给你一次自首的机会，说这样你或许能得到从宽处理。安心把一个支撑架拉过来，解锁挂在上面的平板电脑。看吧，你现在也算个名人了，你在养老院里做的事儿被拍成纪录片了。有一段是媒体对苏西的采访，你真该认真的听听他是怎么评价你的。苏西还是如此的温柔美丽，对着镜头她哭得梨花带雨，楚楚可怜。我宠爱的情人苏西，在康复后的第一时间就向警方自首，揭发我让下属把活着的老人送去殡仪馆，还有逼迫他做假账偷税漏税。苏西和涉事的护工都已经被判刑入狱，我因为患上闭锁综合症免于进监狱。若早知如此，我宁愿生龙活虎的服刑，总归好过被妻子亲手送进一个数字监狱。安心慢慢地拉起雪白的被单，轻轻地为我盖上。就算哪天你的身体机能停止了，意识也会一直存在虚拟空间，这是我专门为你打造的世界，慢慢体验吧。余光看不清他在做什么，唯有敲打键盘的声音滴滴答答地传来。在急雨般的键盘敲击声中，我眼前就越来越模糊，床单好像骤然有了生命，将我紧紧地包裹住。我就像被放入裹尸袋中，却意识清醒。过了不知多久，滋啦一声，裹尸袋被拉开，原来的房子完全变了样子，就像巨大的炉子内部。炉门砰的一声关上，火焰升腾起来，犹如无数条带着利刺的舌头舔在我的身上，每舔一下就像勾掉一块肉。我爆发出不似人声的惨叫。现实中一个活人被焚烧，神智不可能像我一般的清醒，清晰地感受到这没有尽头的剧痛。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皮肤如何被火舌撕裂，难以描摹的痛苦充满着每一个细胞。这个过程似乎永无尽头，无数张苍白的面孔从火光中浮现，从人类面孔慢慢地变成纸扎人，被烈焰点燃。这情景就跟岳父葬礼上焚烧纸扎人的画面重合起来。当时我买下无数的纸人纸马，裱糊精细的房子、家电、豪车之类的纸扎。记得其中有一座做工精美的纸豪宅，门口就贴着一副对联：水流东海不回头，日落西山常见面。我不明白这副对联的意思，卖纸扎的老板解释说：这人死了呀，就像水流东海，日落西山，不能回头，不能复生啊。不过死后还有另一个世界，还可以在那个世界继续活着吗？
在我永远也没有机会再回去的现实世界里起了风，砰的一声就把病房门吹得自动闭合起来，空气完全停住流动，室内一片的寂静，宛如死水。